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郑业成的一句话，袁冰妍消息间无声落泪，诚意态度疏远令人感叹。人们都说娱乐圈的人戴着面具生活，但这只是个刻板的印象，温暖的瞬间其实随处可见。最近祝青好的宣传消息中的一个瞬间，真的令人看得眼眶发酸。And quote 我知道这部戏对你的重要人。And quote 郑业成连麦时轻声说道。袁冰妍听后，消息间的泪珠无声地落下。这句话并非台词，而是真正触动了我内心深处的情绪。要说为什么会感动，这就得从袁冰妍这2年的经历说起。他在《琉璃》播完后差不多沉寂了2年，然后才接到祝青好这部戏。作为一个演员，2年没有作品是一种非常煎熬的体验，只有同行才会明白。郑业成正是那个懂的人，2人的演艺经历也十分相似，都从龙套开始，一步步往上爬。因此，当他说出那句 "and quote 我都懂 "and quote 时，无疑触动了袁冰妍内心的泪点。你看郑业成多会来事，祝青好宣传时期真的就是暖男教科书。拍宣传照的时候，摄影师让 "and quote 演员 "and quote 靠在肩膀上，这哥们直接来了个逆向操作，自己娇羞的往袁冰妍肩上一靠，把现场逗得哈哈大笑。这种活跃气氛的方式，不仅化解了尴尬，还让合作变得自然而然，十分舒适。2人在宣传期的互动默契十足，无论是合成照片还是深度访谈，他们都全心全意地诉说着对彼此的理解和尊重。这种自然的合作氛围让观众都羡慕袁冰妍。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遇到一个真正懂你、理解你的合作伙伴确实很不容易。想起那2年前琉璃收官夜，略显遗憾的收官夜，这一刻的温暖令人感触颇深。人生常常这样，在你失落的时候，总能在无意间遇到能懂得你情绪的人，并给你力量继续走下去。这段感人至深的互动播出后，立马引来了网友们的热议，真的令人无法自拔。这个郑业成的演技真是太棒了，看得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这美好的画面也令人不停开始期待，这对新的荧幕 CP 会为观众带来怎样的精彩演绎。在这里，不能不提到2年前那场使 CP 粉丝集体破防的琉璃收官云歌会了。诚意粉丝数因一句 "and quote 这只是在戏里 "and quote 直接暴跌4万，这句话被传开后瞬间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那场云歌会的现场气氛，尴尬的观众都替他们着急。本来琉璃是热播剧，男女主角初遇夫妇的甜蜜互动让观众吃得甜到心里。要说这事儿的导火索，还得从那个问题说起。主持人问到 "and quote 初遇夫妇撒的糖不够 "and quote 时，诚意的回答把 CP 粉们激怒了。这句话 "and quote 只是在戏里，如同一盆冰冷的水，瞬间浇灭了粉丝们的热情。现场气氛瞬间凝固，袁冰妍眼中充满了不舍的泪水，观众的目光却都集中在诚意身上。然而，面对搭档的哭泣，他竟毫无表示。见状，网友们纷纷在网上留言质疑 "and quote 这位当事人竟然3秒钟把我们这么多年追的这对 CP 给拆了。And quote 这戏里戏外的差距未免也太大了吧。And quote 之前可不是都说好的初遇夫妇吗？ And quote 网友们的评论情绪高涨，一个个都炸开了锅。风向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原本磕得正欢的粉丝，转眼就变成了 And quote 真相帝。有些人翻出了现场录像，精细地分析了诚意全程的表情；有些人对比站位，得出诚意刻意和袁冰妍保持距离的结论，甚至连袁冰妍崴脚的那一幕都被翻出来反复研究。这次的事情闹得真是令人无语，比电视剧中演的那些虐恋还要狗血。
程毅的粉丝数量瞬间下降了，从之前的追捧变成了现在的批评，网友们的情绪如同过山车一般急速回转。令人觉得有趣的是，当时现场的导演在程毅的耳边说了句话，似乎就是让他那么回答的。然而，这个细节在当时沸腾的网络舆论中完全被忽略了。回看那晚的消息，真的令人唏嘘不已。那原本是该开开心心庆祝剧集圆满收官的日子，却因为一句话，气氛变得微妙起来。后期有人将之前的事件与祝清好进行对比结果发现郑业成和袁冰妍的互动更显得真诚自然。这么一比，当年琉璃收官夜的尴尬就更显得刺眼了。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娱乐圈的关系都是虚无的，但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重要的是要看个人如何处理这些关系。有些人选择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有些人则愿意表现出真实的自我，这或许就是让观众看到不同状态的原因。不过老实说，当年的那个风波，真的有人看过完整的视频吗？现在冷静分析起来，很多细节其实都被误解了。先来说说那个被人诟病的 全程黑脸。有细心的网友翻出完整视频，发现程毅在听其他人发言时，表情也是一样严肃的。再来看看站位问题，刚上场时，所有人的间距其实都差不多，后来拉开距离，是因为导演上台了，大家都在给他让 C 位。关于袁冰妍崴脚一事，流传的都是歪曲的说法，实际上他是不小心崴了右脚，并且碰到了旁边的人。当时的程毅正在专注于听讲，等到他察觉情况并伸手帮助时，袁冰妍已经自己调整好了站姿。这事儿硬是被说到成 冷漠，真是令人无语。最戏剧人的是那句 这只是在戏里，原来是导演在程毅耳边建议让他这么说的，而且说完后导演还连连点头。有意思的是，袁冰妍当时还跟着应和了一句对的。大家都只顾着骂程毅拆 CP， 居然忘记截关键细节图。令人更意想不到的是，在袁冰妍流露出不舍的泪水时，程毅的眼睛里同样充满了泪水。尤其是当袁冰妍即将上台发言时，程毅更是第一个将话筒递到他的手中。然而，最后接过话筒的却是旁边的工作人员。有网友猜测，程毅的表现可能与欢瑞公司的压力有关。据称，袁冰妍和欢瑞有矛盾，程毅作为公司艺人，不得不与之保持距离。但这种说法只是猜测，真实情况并不能确定。现在回头看看，那晚的很多罪证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可能是因为网友们过度投入，把对出狱夫妇的期待带到了现实中。当现实与想象之间存在落差，失望情绪可能会导致过度解读现象的发生。这事也让之后的艺人回味，确实的注意在现实生活和作品之间保持一个恰到好处的距离。这也可能是为什么现在人们看到郑业成与袁冰妍之间的互动，会觉得十分自然、亲切的原因。看到琉璃热播的盛况，真的令人忍不住笑出来。那时的出狱夫妇真的是甜度爆表。程毅和袁冰妍这对神仙组合的丝缝和玄机，身高搭配的特别赏心悦目。他们在剧中的甜蜜互动，真的甜得令人牙都忍不住。你可以看看那些花絮视频，两人的氛围十分轻松愉快。在拍戏间隙，他们说说笑笑，没有丝毫的尴尬。他们的好氛围带动了整个剧组，场面欢乐得不得了。要论最绝的，还得是司凤对玄机的那些称呼，甜言蜜语说得相当顺溜 ，CP 粉的心都被甜化了。弹幕里时不时出现的高甜预警，充分说明这部剧真的令人上头，许多观众甚至已经2刷3刷了。网友们当时那阵子真的很痴迷，姨母笑都快要笑僵了，看剧看得津津有味，无法自拔。
琉璃那段时间真的非常火，连电视剧的剧情、演员的表演都特别吸引人，观众看得特别上心。经典场面即使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忍不住令人发笑。这么对比一下就明白了，为啥那场云歌会让粉丝那么失望。毕竟琉璃时期给了大家很多快乐，突然来这么一出，确实令人很难接受。不过现在仔细想想，也许保持一定距离对于演员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毕竟演员最重要的还是演技本身啊。这两部戏给观众的感觉差别可真大啊！在祝青好的宣传期，郑业成和袁冰妍的互动被誉为教科书级别。在拍摄宣传照时的一个小玩笑，让袁冰妍笑得前仰后合；而在消息时的那句懂你，更是令人感动的泪目。这份恰到好处的温暖和体贴，实在是令人心生感动。反观琉璃时期，诚意选择了保持距离的态度。虽然现在回头看很多误会可以解释，但的确给人留下了疏离的印象。两种不同的相处方式，反映出演员们对待工作的不同态度。有些人愿意放下身段，真诚的互动，另一些人则更注重界定，避免过于亲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看到袁冰妍在祝青好中的出色表现，真的非常为她高兴。那些经历过低谷的人，往往会遇到更多更好的机会。我希望她能一直保持这份热爱，接到更多好的作品。追星追剧磕 CP 等娱乐活动是可以的，但要适度，演员们的演技才是他们的立足之本。希望年轻演员们能在演艺道路上行稳致远，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